上一期我们聊过了华为 ADS 4.0 的 Viva 架构，更偏向世界模型的方案，却是在空间和数据层面有更好的泛化能力。而理想冷车企选择的 VLA 路径，是把视觉和语言等信息在模型内部被打通，路径不同各有优势。那么就没有一种方案融合两种路径之所长吗？吉利的千里浩瀚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有理，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千里浩瀚的 Smart AI Agent 架构。首先呢，就是要知道 AI Agent 到底是什么。其实之前理想在 AI Talk 里面解释过 ，Agent 这个词直译过来就是代理人的意思。但在智能人工或者辅助驾驶领域 ，Agent 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智能体或者说能动者。它不是被动工具，而是可以感知、决策、学习、能自主行动的系统。就像你打王者荣耀里的高级人机，不仅能补刀、看视野、开团，甚至还能听指挥、快速支援、反野蹲人。所以Agent 就是一个具有自主性，能够理解复杂目标，并通过调用工具和规划步骤来独立完成任务的 AI 系统。它不再是等待命令的工具，而是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伙伴或者下属。好，解释完这个名词，我们就来看看吉利是如何打造并训练这个智能体的。和华为的 Viva 架构类似 ，Smart AI Agent 架构呢也会分完云端和车端。首先是用各种雷达摄像头以及环境听觉的传感器，全面高精度的收集周围环境的一切原始数据，加上导航信息，一起送入云端的多模态基座大模型。那这个模型呢，内部融合了视觉语言大模型，在这里数据不再是孤立的点云和像素，而是进一步被解读。车辆不仅能识别这是一个红色的圆形，是个红灯，更能理解看到这个就需要停车。不仅能听见救护车声音，还能知道让行；不仅能看到交警的手势，也能理解这个手势的指挥意图。当然，根据这些数据，云端也会仿真出一个一模一样、非常细致、真实的虚拟世界，根据真实世界中采集的极端罕见场景，拓展出成千上万种可能的复杂阵图，用 AI 训练 AI。这一部分是不是很耳熟？也就是说，在云端它主要依靠类似 Viva 架构的世界模型。那在车端主要发力的就是 VLA 大模型了。之前说过 ，VLA 呢是有做规控能力，但由于 VLA 的时延明显，输入解析到输出每一步都会有时间差，所以目前的研发，无论是最先提出的理想，还是今天聊到的吉利，都还不能用 VLA 做规控。VLA 依旧是给端到端模型做辅助来用的。说实话，端到端虽然上限低难解释，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突然灵光一现，瞬间开窍。那同样是做辅助，有了 VLM 不就可以了？为啥一定要进化到 VLA 呢？这其实由于 VLM 一般是单帧信息去做判定，就像做阅读理解，就问你背影里父亲摆橘子艰难爬上月台的描写，主要体现了什么？ VLM 可能只根据题干就说，那肯定是老父亲老了，动作不灵活。但 VLA 是多帧信息处理问题，它会联系上下文内容，再告诉你，这作者是为了体现父亲对我的爱。这样联系上下文、多帧判断的能力，就让 VLA 更善于推理预判，给出的规控错误率会更低，也就更稳定。那除了 VLA， 在车端也是用到了华为类似的 MOE 多专家决策，像专家会诊一样，针对不同场景调用专门负责该场景的模型进行决策，从而实现高效、精准的主动干预。那以上呢，就是 Smart AI Agent 的简单解析。目前这套方案运用到千里浩瀚 H7 上，当然理论是理论，体验到底怎么样呢？咱们一起来看看搭载千里浩瀚 H7 的极氪 9X 表现会怎么样。那这次呢，我们还是在辅助驾驶的兵家必争之地重庆测试的 9X， 全程50多公里。那在这段路上呢，首先需要肯定的是9S 的规控相比之前版本会更激进、更拟人一些。比如出环岛有非机动车驶过，不会完全停住过分谦让，小步慢挪，非机动车一过立马驶出，在环岛的效率明显提高。
另外，重庆毕竟是山城，有很多的隧道以及岔路选择。9X 在出隧道后，强明暗变化下连续做路线选择，也非常流畅，并且及时，没有出现错误路线。这对传感器以及路线规划响应的速度，那都是不小的考验。同时，重庆有非常多的多车道转弯，9X 即便是在没有车道线的情况下，弯中的路线规控做的也很稳定，不会出现让人恐慌的入侵其他车道线情况。转弯后立马并线动作也非常丝滑。那在体感方面呢，9X 一整段路上呢没有出现过突兀的刹车动作，红绿灯刹停或者避让行人的动作也很轻柔。一改往日的保守，更激进、更拟人的规控，却是在效率方面明显提升。这个激进很激进啊，超车来回超车。但同样，与车博弈，它的规控也会更激进。红绿灯口直行，我们位于中间车道，左右两边都有社会车辆。右侧直行车辆由于避让旁侧的非机动车，入侵到中间车道。此时 9X 并没有完全停住让行，而是稍稍借用左车车道，迅速驶离。夹缝中求生存。虽然这样的情景很容易紧张，但这种博弈啊，相信很多老司机都会这么处理。让人紧张的不只是这一次，在一个双向单车道路段，前方中间有隔离带，两侧非常多的临停车。9X 先向左避让，在临近隔离带前向右转动方向，准备进入车道。但此时右侧临停车推开车门下车，很常见的开门刹，这要是我自己开，高低落下窗户，我得给他国粹输出一段。而 9X 呢，对自己的身材好像充满自信，很丝滑的驶过。明明自己体型很大，但它会最大化利用空间。就比如在快速路上，我们位于最右侧车道，前方有临停车占用一部分车道，左侧又有车让它无法变道。9X 并没有快速减速并线，而是轻点刹车，在本车道内完成了避让。就这个位置，这么大的车，我自己开都会优先考虑赶紧降低车速并到左侧车道。9X 的表现呢，确实很丝滑，但我总感觉它给自己留的安全距离太少了。说实话，在与社会车辆博弈时，总感觉它有赌的成分。旁侧车礼让呢，那你就会觉得它像个老司机；但如果旁侧车不让，那么就会人为接管。另外，虽然千里浩瀚 A17 已经加入了 VRA 模型，但 VRA 对于特殊车道的处理还是选择能避开就避开，即便是非进行时间段公交车道效率更高，也不会一直使用。其实模型对特殊车道的训练是很复杂的，各大城市的限行标准也不一样，即便是一个城市训练出来，很难保证它在其他城市也可以正常稳定的发挥。那 VRA 的应用不只是在辅助驾驶方面，泊车目前应用的会更多一些。比如目前的 9X 可以在出停车场时漫游找出口，并且可以语音控制向左转、向右转。太易吧，我在前面左转。好的，前方左转。还挺快。但这种语音控制的指令暂时还只能用在泊车部分。这次我们还体验了一把重庆来福士广场的地库，就这个旋转下地库啊，这么大车我手动尝试了一次，真的只想骂街。但让 9X 自己开下去，确实开得比我好，转弯啊、速度的把控都很稳定。好啦，以上就是 9X 的千里浩瀚 H7 所有的体验。总结来看，其实绝大多数场景，甚至重庆这种狭窄加拥堵的路段，它都可以处理的比较丝滑。相比之前偏保守的调教，在规控方面确实激进了很多。如果是辅助驾驶经验丰富的人去使用，那确实会觉得它一些博弈很老司机。但它对安全距离的把控，如果是刚开始使用，那稍微复杂一点的路况就会容易引起恐慌或者不信任。那看回 Smart AI Agent 架构，它有在云端再造世界魔力技术的世界模型，也给了车辆会学习、会思考的超级大脑 VRA。剩下的呢，就要交给时间了。毕竟无论走哪条技术路径，都需要对模型进行更大量、更精准的训练，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和能力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还想看哪台车的体验？评论区里见。